月月，那个男人不是良人，妈妈看得出来，你要是嫁给他，妈就死给你看。周月看着妈妈抱着老鼠药，哭着求她和北大博士男友分手，她的心中满是无奈。为了妈妈的生命安全，周月只能忍痛和男友分手。当时的她觉得妈妈太过偏激，甚至怨恨妈妈拆散了她的爱情。可现在发生的一切，周月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后怕。如果当初真的不顾一切嫁给了他，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22年的春天，江苏省徐州市的师范学院里樱花盛开。26岁的周月刚刚从这所学校毕业，成为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她清秀的面容，温柔的性格，在学校里颇受学生和同事们的喜爱。那是一个学术会议的下午，周月作为青年教师代表，参加了一场关于现代教育理念的研讨会。会议结束后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、气质儒雅的男人走向了他。他伸出手，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。你好，我是李博，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。刚才听了你的发言，很有见地。周月有些紧张地握了握他的手，他没想到会有北大的博士主动和他搭话。李博很健谈，从教育理念聊到人工智能，从古典文学聊到现代科技，他的知识面很广，说话时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李博若无其事地提到了自己的收入。我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，年薪130万。不过我更喜欢和有思想的人交流，钱只是工具而已。周月被他的才华和气质深深吸引了。一个北大博士，年收入130万，还这么有涵养，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完美对象。能加个微信吗？我觉得我们很有共同话题。周月红着脸点了点头，他没想到这一个点头会改变他接下来2年的人生轨迹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博经常从北京来看周月，每次见面他都会带来昂贵的礼物，香奈儿的香水、迪奥的口红，还有各种名牌包包。李博总是这样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经意的炫耀。这些都是小意思，我1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好多个。周月的同事们都羡慕得不得了。办公室里的张老师每次看到周月的新包包，都会感叹：周月真是好福气，找了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。另一位同事李老师也跟着附和：是啊，北大博士，年薪100万，这种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周月心里甜滋滋的，她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李博对她很体贴，会记住她的生日，会在她工作累了的时候给她点外卖。不过有时候，周月也会感觉到一丝不自在，比如李博总是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学历和收入，总是在介绍朋友时强调自己是北大博士。周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刚刚完成了一个价值1000万的项目，我是技术负责人。像我这样的人才，在北京也是稀缺资源。周月点点头，心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感觉。他觉得李博很优秀，但有时候他的话让他觉得压力很大。不过他把这种感觉归结于自己的自卑心理，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城市的中学老师，李博是北大博士。2个人交往了1年多，感情越来越深。李博开始谈婚论嫁了。李博说道：月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结婚了。我在北京买了房子，你可以辞职到北京来，我帮你联系更好的学校。周月心动了，北京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，而且和李博这样优秀的男人结婚，
她觉得自己就是灰姑娘遇到了王子。周月说道：“我需要和家里商量一下。”李博笑着说：“当然，我也应该正式拜访一下未来的岳父岳母。”2023年的秋天，李博第一次来到周月的家里。周月的家在徐州市的一个老小区里，3室1厅的房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周母李桂花穿着围裙，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整天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周父小心翼翼地招呼着：“小博，快坐，快坐。月月跟我们说了，你是北大的博士，真是有出息。”李博客气地坐下了，但周月注意到他的眼神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“阿姨做的菜真香。”李博这样说道，但当他夹起一筷子红烧肉时，却又放了下来。“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在控制饮食，这个太油腻了。”周母的脸色变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。“那你吃点青菜吧，这个清爽。”李博尝了一口，还行吧，不过调料放的有点多。我在北京吃的都比较清淡。餐桌上的气氛有点尴尬，周父赶紧转移话题：“小博，你在北京的工作怎么样？”李博淡淡地说道：“还不错，年薪130万，在我们行业里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。不过北京的消费水平也高，这点钱在北京只能说是温饱而已。”周母放下了筷子，130万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他做保洁工，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。可李博说的云淡风轻，好像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周母小心地问道：“那你家里都是做什么的？”李博说道：“我爸是大学教授，我妈是医生，他们都希望我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孩。不过我觉得感情最重要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很暖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周母听了心里更加不安了。门当户对，他家哪里配得上人家？晚上，李博走后，周母拉着周月到一边说话：“月月，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不太合适。”周月不解地问道：“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博多优秀啊，北大博士，年薪130万。”周母叹了口气：“就是因为他太优秀了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他今天吃饭的时候，那个眼神，还有说话的语气，总觉得看不起我们。而且他家在北京有房有车，我们家什么都没有，门不当户不对。”周月有些生气：“妈，你想太多了。李博人很好的，他对我也很体贴。”周母摸着周月的头：“妈妈只是担心你这种富贵人家的孩子，心思深着呢。而且你要是去了北京，离家这么远，要是受了委屈，我们都帮不上你。”周月推开了周母的手：“妈，您就是想太多。李博说了，他会照顾我的。”周母看着女儿坚决的表情，心里满是担忧。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个李博不是良人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周月和李博的关系越来越稳定，但家里的反对声却越来越大。7大姑8大姨们开始轮番上阵，给周月介绍本地的好男人，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县政府的公务员王磊。“月月，你听姨的话，那个王磊真的是个好孩子，他爸妈都是退休教师，家教好，人品正。虽然收入不如那个李博，但胜在稳定啊。”周月听得心烦意乱：“姨们，我和李博感情很好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”三姨急了：“月月啊，你可别冲动，那个李博是北京人，你嫁过去就是外地媳妇，万一以后有了矛盾，你怎么办？”二姨也跟着劝道：“而且北京房价那么高，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什么？还不如就在本地找个踏实人，起码我们都能照应着。”周月越听越生气：“够了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，
他冲出了房间，留下一们面面相觑。晚上，周母又找周月谈话了。月月，妈妈知道你觉得我们多管闲事，但是妈妈这辈子就你这一个女儿，不希望你走弯路。周月背对着周母，闷声说道：“我没有走弯路，李伯是个好人。”周母摇摇头。那天他来家里，我仔细观察了他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嫌这个嫌那个；说话的时候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自己的学历和收入。这种人心里太骄傲了。周月转过身来，眼中含着泪花。那是因为他优秀。妈，您就是不希望我过好日子。周母的心被女儿的话刺痛了，但她还是坚持说道：“我当然希望你过好日子，但是好日子不是靠攀高枝得来的，是要靠两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扶持。”周月哭着说道：“你根本不了解李伯。”周母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但她心里的担忧越来越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事情。周月的表姐刘敏从上海回来了。3年前，刘敏嫁给了上海的一个高收入男人，当时全家人都觉得她攀上了高枝，可现在她却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回到了老家。刘敏的眼中满含泪水，离婚了，孩子的抚养权都没争到，全家人都震惊了。当年刘敏嫁人的时候多风光啊，现在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周母心疼地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刘敏抽泣着说道：“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对我很好，什么都依着我。可结婚后，问题就出来了。他家人看不起我们农村出生的，说我没文化、没见识。他渐渐的也变了，经常数落我，说我配不上他。”刘敏撸起袖子，露出了手臂上的伤疤。再后来，他就开始打我，有一次把我打得住了院，我才下决心离婚。可是孩子，说到孩子，刘敏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放声痛哭起来。周母抱着刘敏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她回头看了看周月，眼中的意思很明显，这就是嫁得太远、嫁得太高的后果。周月心里也不好受，表姐当年嫁人的时候，她还羡慕过呢。可现在看到表姐的下场，她心里五味杂陈。刘敏擦干眼泪，握着周月的手：“月月，表姐不是阻止你追求幸福，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，那个男人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托付终身？门当户对不是迷信，是有道理的。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差得太远，真的很难长久。”周月点点头，但心里还是有疑虑。李伯和表姐夫不一样，李伯是有文化的人，不会像表姐夫那样粗暴。可是表姐的遭遇还是给了他很大的震撼。李伯并不知道周月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。1个月后，他再次来到周月家，这次是为了正式求婚。叔叔阿姨，我今天来是想正式向你们提亲的，我想娶周月为妻。钻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看起来价值不菲。周月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他没想到李伯会准备的这么用心。但是周父和周母的脸色都很严肃。周父缓缓开口：“李伯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是我们觉得你们2个人不太合适。”李伯有些意外：“为什么？是因为我的工作在北京吗？我可以调回江苏，或者让周月到北京发展。”周母站了起来：“不是工作的问题，是你们2个人的家庭背景差得太多了。你家在北京，条件这么好，我们家在小城市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在一起，周月会很累的。”李伯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：“阿姨，您多虑了，爱情不分贫富贵贱，我喜欢周月，不在乎她的出身。”周母的声音有些颤抖：“你现在不在乎，以后呢？等结婚后，
等新鲜感过去了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妈，周月急了，您怎么能这样说李博？周母看着李博，我没有说他不好，李博，你很优秀，我们都承认，但是我女儿配不上你，你们还是分手吧。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李博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没想到会被当场拒绝。李博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周母说道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我们不同意这门婚事。李博站了起来，收起了钻戒。我明白了。他转身看着周月，周月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周月眼中含着泪水，他看看周母，又看看李博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李博的声音有些急促，周月，你说话啊！周月最终说道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李博失望地摇了摇头，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。说完，他拿起包就走了。周月想要追出去，但被周母拦住了。月月，让他走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追。周月扑到周母怀里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幸福要这么难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博没有联系周月，周月每天都心神不宁，上课也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他想给李博打电话，但又害怕面对家人的反对。他想和李博私奔，但又舍不得家人。周母看出了女儿的心思，月月，你还在想那个李博？周月红着眼睛说道，妈，我真的很爱他，为什么您就不能成全我们呢？周母坐到女儿身边，因为周母不想看到你受苦。月月，你听妈妈的话，王磊真的是个好孩子，他爸妈我都认识，人品没得说，而且他在本地工作，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我还能帮着带。周月站了起来，我不要王磊，我要和李博在一起。周母突然激动了起来，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老鼠药，你要是嫁给他，我就死给你看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不是让你去北京受罪的。周月被妈妈的举动吓坏了，她没想到妈妈会做出这样极端的行为。周月想要去夺老鼠药，但周母握得很紧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周父也哭了起来。月月，听妈妈的话吧，王磊真的是个好孩子，他爸妈我们都了解，以后你不会受委屈的。看着妈妈颤抖的双手和爸爸满脸的泪水，周月的心彻底碎了。他想起了妈妈这些年的辛苦，每天凌晨4点起床去做保洁工，双手被清洁剂腐蚀得粗糙不堪。为了给他交学费，周母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看病。周月跪在了周母面前，妈，我听您的话。周母抱着女儿，眼泪如雨点般落下。月月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就这样，在家人的以死相逼下，周月妥协了。第二天，周月给李博打了电话，李博，我们分手吧。李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周月，你在开玩笑吧？周月闭着眼睛，强忍着心中的痛苦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们不合适，还是分手吧。李博的声音变得有些愤怒，我们交往了2年，你现在说不合适？周月咬着嘴唇，我是小城市的人，你是北京的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。李博冷笑道，你是被你家人洗脑了吧？周月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没主见，对不起。周月说完就挂了电话，他倒在床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但为了妈妈，他只能这样做。李博连续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但他都没有接。最后，李博发了一条短信，周月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，既然你选择了你的家庭，那就祝你幸福吧。看到这条短信，周月哭得更厉害了，她觉得自己失去了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1个月后，
在家人的安排下，周越见到了王磊。王磊个子不高，长相普通，但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色休闲裤，看起来很朴素。他有些紧张地自我介绍：“你好，我是王磊。”周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你好。”两个人在咖啡厅里坐下，气氛有些尴尬。王磊显然也很紧张，说话都有些结巴。我听伯父伯母说你是中学老师。周越简单回答：“是的，教语文。”王磊真诚地说道：“那很好，老师是个崇高的职业，我很尊敬老师。”周越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的眼神很真诚，没有一丝虚伪。周越问道：“你在县政府工作？”王磊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是的，在办公室做文员，工作很稳定，就是收入不高，一个月5500。我知道这点钱不算多，但我会努力工作的。”周越心里有些触动。李博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收入感到不好意思，反而总是炫耀自己年薪130万，而王磊一个月5500的收入，却这样诚恳地向他道歉。周越问道：“你有什么爱好吗？”王磊回答道：“我喜欢看书，也喜欢爬山。周末的时候，我经常陪我爸妈出去走走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我希望能多陪陪他们。”听到这里，周越的心里更加触动了。一个懂得孝顺父母的男人，人品肯定不会差。相亲结束后，王磊主动要求送周越回家。路上，他们聊了很多。王磊虽然学历不高，但知识面很广，而且说话很有分寸，从不说大话。快到家的时候，王磊突然说道：“周越，我知道你可能看不上我，但是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”周越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相亲后的1个月里，王磊经常来看周越。他不像李博那样带昂贵的礼品，只是带一些简单的水果或者小点心。但是他很细心，知道周越喜欢看书，就给他买了几本新出版的小说；知道他周母腰疼，就给他周母买了膏药。周母对王磊很满意，这孩子心眼实在，不像那个李博总是说大话。周父也很喜欢王磊，人家王磊每次来都主动干活，帮着洗碗、拖地，一点都不娇气。在家人的期许下，周越慢慢接受了王磊。虽然他心里还想着李博，但他告诉自己，也许平淡的幸福更长久。3个月后，周越和王磊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，但很温馨。王磊的父母是退休教师，很有涵养，对周越就像对自己女儿一样。王磊的妈妈拉着周越的手：“周越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女儿了。磊磊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替你教训他。”周越的心里暖暖的，虽然没有李博的浪漫，但这种家庭的温暖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婚后的生活很平静，王磊按时上下班，从不加班，每天都会准时回家。他会主动做家务，会陪周越散步，会记住周越的每一个生日。虽然他们的收入不高，但小日子过得很安稳。周越渐渐地被王磊的真诚打动了，他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踏实的幸福。结婚4个月后，周越怀孕了。王磊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每天都围着周越转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月月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月月，你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看着王磊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周越的心里很温暖。他觉得，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生活。可是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。结婚4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周越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，操着外地口音，语气很凶。“喂，你是周越吧？
周月有些紧张。你是谁？男人说道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欠李先生的钱什么时候还？周月一头雾水。我没有欠任何人钱啊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男人冷笑道。李博亲自给我们提供的你的信息，说你欠他钱不还，电话号码、家庭地址、工作单位，他都给了我们。周月的心里一紧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男人的语气更加凶狠。我们是专业收债的，你最好配合点，不然我们就去你们学校找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欠债不还。周月急了，我真的没有欠钱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男人不耐烦地说道。搞错？李博给我们的信息这么详细，会搞错吗？算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你要是再不还钱，我们就采取行动了。说完，对方就挂了电话。周月拿着手机，心里满是疑惑和恐惧。李博？为什么催债的人会提到李博？他和李博分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，怎么会欠他钱呢？王磊从厨房走出来，看到周月的脸色苍白，王磊关心地问道：老婆，怎么了？谁打来的电话？周月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了王磊。王磊听后皱起了眉头，这种电话肯定是骗子，你不用理他们。周月担心地说道。可是他们知道我的信息，还提到了李博。王磊分析道，也许是李博的信息被泄露了，骗子利用这些信息来诈骗。你不要担心，如果他们再打来，我们就报警。周月点点头，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，但他没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这样的电话接连不断，有时候是半夜打来的，有时候是上班时间。催债的人态度越来越恶劣，甚至开始威胁要去学校闹事。电话里的声音变得更加凶狠。周月，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要是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去你们学校门口拉横幅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周月被吓得不敢接电话了。他和王磊商量后，决定换手机号码。可是没想到换了新号码2天后，骚扰电话又来了。周月，以为换个号码就能躲得了吗？李博把你的所有信息都给我们了，你跑到哪里，我们都能找到你。这一次，周月彻底崩溃了，他瘫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王磊抱着他，别害怕，我们报警吧，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。周月摇头，不行，万一闹大了，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了怎么办？我还怎么教书？王磊心疼地看着妻子，他知道周月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。那我们先观察几天，看看他们还会做什么。如果真的太过分了，我们就必须报警。周月点点头，但他心里的恐惧越来越深。为什么催债的人会提到李博？难道这一切真的和李博有关？就在周月被催债电话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是一个周二的下午，周月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，手机突然响了。他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：周月，我是李博。周月的心跳瞬间加速，他没想到李博会主动给他打电话。周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李博，你怎么？李博的声音很冷漠。我现在遇到了麻烦，需要50万救急。周月听到这话，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周月颤抖着声音问道：李博，你怎么能找我要钱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我也结婚了。李博冷笑道：你说分就分啊，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，现在让你帮个忙都不行。周月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。可是50万，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李博的声音变得更加冷酷：“你不是嫁给公务员了吗？让他想办法，3天内把钱打到这个账户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说完，李博报了一个银行账号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周月拿着手机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他现在终于明白了，那些催债电话真的是李博安排的。那个曾经在他心中完美无缺的男人，竟然对他进行敲诈勒索。下午的课，周月完全上不下去了，他心不在焉。学生们问问题，他也答不上来。同事们都看出了他的异常，但他只能强撑着说自己身体不舒服。晚上回到家，周月把这件事告诉了王磊。王磊听后勃然大怒，周月抱着王磊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的前男友会变成这样一个可怕的人。第二天，周月整夜没睡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他决定再给李博打一个电话，想要和他好好谈谈。电话很快接通了，李博的声音还是那么冷漠：“考虑好了吗？钱准备好了没有？”周月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：“李博，我们能不能见面聊聊？为了我们曾经的感情。”李博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感情？当初你甩了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谈感情？”周月想要解释：“我没有甩你，是因为家里反对。”李博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我现在不想听你的解释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钱给还是不给？”周月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李博，那些催债电话是不是也是你安排的？”李博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冷笑道：“聪明，那些催债公司就是我找的。我想看看你能忍到什么程度。”听到这个承认，周月感觉天都要塌了。他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李博的声音变得狰狞：“你当初甩了我，嫁给那个穷公务员，现在问我为什么？我投资失败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公司又把我裁员了，我现在1个月连房租都付不起。你却在这里过着小日子。”周月这才知道，原来李博的生活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光鲜。那个年薪130万的北大博士，现在竟然连房租都付不起。周月哭着说道：“可是这不是我的错啊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威胁我。”李博的声音越来越冷：“威胁你？这叫讨债？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，买包，买首饰，请吃饭，加起来起码10几万，现在要你还钱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周月愤怒地反驳：“那些都是你自愿送给我的礼物。”李博讥讽地笑道：“如果你当初不甩我，我会跟你要钱吗？都是因为你的背叛，我才变成现在这样。”周月愤怒地喊道：“你太卑鄙了！”李博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卑鄙？你不给钱，我就让催债公司天天去你们学校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事。对了，我马上发一张照片给你看看，让你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。”周月心里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。李博冷笑着：“你很快就知道了，记住，3天时间，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给我记住，如果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过好日子。”说完，李博就挂了电话。周月拿着手机，手还在颤抖。他心里祈祷着，希望李博只是在吓唬他，希望他不会真的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。但是他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。从刚才的通话中，他已经看到了李博完全陌生的一面：冷漠、恶毒、毫无底线。这个人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李博了。他现在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。就在周月忐忑不安的时候，手机叮的一声，收到了一条彩信。他的心跳瞬间加速到了极点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周月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也许只是普通的照片，也许李博只是想吓唬他，
他颤抖着手指点开了那封彩信，心里默默祈祷着不要有什么可怕的内容。当屏幕开始加载照片时，周月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随着照片一点一点地显示出来，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。当整张照片完全显示出来时，周月看着眼前的照片，瞬间傻眼了。他惊恐地丢掉手机，难以相信这是真的。那张照片上竟然是他和李博的合影，但他的脸被 P 成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脸，而且照片的背景是一家高档酒店的房间。更可怕的是，照片中的他穿着暴露的内衣，做着亲昵的动作。虽然脸部明显是 PS 痕迹，但如果不仔细看，一般人很难分辨出真假。周月感觉天旋地转，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摇晃。他双腿发软，直接瘫坐在了办公室的椅子上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他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，从来没有。可是现在，他的脸竟然出现在了这样一张不堪入目的照片上。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，几次想要关掉手机，但又忍不住要再看一眼，想要确认这真的是假的。照片制作得很精细，虽然是合成的，但技术相当高超。如果传播出去，在这个小城市里，根本没有人会去仔细辨别真假，人们只会看到表面，然后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周月在心里拼命地告诉自己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但他知道，即使是假的，一旦这张照片流传出去，他的人生就彻底完了。在这个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时代，一张照片就能毁掉一个人。手机又响了，是李博发来的短信。这只是开胃菜，我手里还有更多这样的照片。想想看，如果你们学校的老师、学生、家长都看到了这样的照片，你还能继续当老师吗？周月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他想起了那些因为网络传言而被毁掉的无辜人，想起了网络暴力的可怕。即使这些照片是假的，但在这个小城市里，一旦传播开来，他的名誉就彻底完了。他终于明白了李博的可怕之处。这个人不仅会敲诈勒索，还会不择手段地制造假证据。如果这样的照片流传出去，即使是假的，他的工作、他的婚姻、他的整个人生都会被毁掉。周月瘫坐在地上，他终于看清了李博的真面目。那个曾经温文尔雅的北大博士，那个年薪130万的精英男人，原来是这样一个心理扭曲、报复心极强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魔。周月用尽全力，才没有在办公室里崩溃大哭。他深深地理解了什么叫做杀人诛心。李博这是要彻底毁掉他的人生啊！周月用颤抖的手把门锁上，然后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。他抱着头，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崩溃。办公室外面还有其他老师在走动，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。他强撑着站起来，用颤抖的手删除了手机里的照片和短信，但他知道这些恶心的画面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，永远都无法抹去。他想起了网上那些因为不雅照片而被网暴的女性，想起了她们承受的痛苦和屈辱，想起了她们被逼得无路可走的绝望。即使那些照片都是假的，但又有谁会相信呢？周月看着镜子中面色苍白、眼神惊恐的自己，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平时那个自信开朗的语文老师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他的世界就彻底颠覆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妈妈当初那么坚决地反对他和李博在一起。妈妈说过，这种人心里太骄傲了，而且周母觉得他不是良人，
原来周母早就看出了李博骨子里的阴暗和扭曲，只有他自己被所谓的高学历、高收入蒙蔽了双眼。一个真正有品格的男人，即使在愤怒、在失意，也不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报复一个无辜的女人。而李博却能够毫无底线地制作假照片，威胁要毁掉他的名誉和人生。这样的人，即使有再高的学历，有再多的钱，本质上也是一个人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周越一直生活在恐惧中，他害怕李博真的会实施他的威胁，害怕那些假照片会流传出去。王磊看着妻子憔悴的样子，心疼得不得了。他多次提出要报警，但都被周越拒绝了。王磊握着周越的手，月，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我不能眼看着你被那个人渣折磨。可是周越还是犹豫。王磊坚决地说道，没有可能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就去报警，就算那些照片流传出去，我也不怕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。看着王磊坚定的眼神，周越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这个普通的男人，在关键时刻愿意为他承担一切。反观李博，在遇到困难时，想到的不是自己解决，而是要拖累别人。这一刻，周越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，不是浪漫的礼物，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在困难面前的相互扶持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。那天晚上，周越主动抱住了王磊，老公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才是真正爱我的人。王磊温柔地抚摸着周越的头发，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周越想起了表姐的遭遇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如果当初我真的嫁给了李博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王磊说道，不要想那些了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第二天，王磊陪着周越去了派出所。民警听了他们的叙述后，表示会立即立案调查。民警说道，这种敲诈勒索的案件我们见得多了，你们做得对，应该早点报警。3天后，警察传来消息，李博已经被抓获。原来他不仅敲诈周越，还同时敲诈其他几个前女友。警察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大量的假照片和威胁短信。办案民警告诉周越和王磊，这个人心理严重扭曲，报复心极强，你们报警是明智的选择，如果不制止他，后果会更严重。得知李博被抓的消息，周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。案件结束后，周越带着王磊回到了娘家，一看到周母，周越就扑到她怀里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周越抱着妈妈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妈，是您救了我，如果我真的嫁给了李博，现在可能已经被他折磨得不成人样了。周母抱着女儿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傻丫头，我当时那样做也是迫不得已，看到你恨我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周越点点头，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妈妈的良苦用心。周越握着王磊的手，妈妈，我现在很幸福，王磊对我很好，对你们也很好，虽然我们的生活不富裕，但很踏实。周母看着王磊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磊磊是个好孩子，有他照顾你，我就放心了。王磊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伯母，我会好好照顾周越的。周母拍了拍王磊的手，你们年轻人好好过日子，有什么困难就回来跟我们说。半年后，周越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看着襁褓中的儿子，周越心中满是感激。如果当初她真的不顾一切嫁给了李博，现在的她会在哪里？也许在北京的某个角落里，独自承受着婚姻的痛苦，
也许已经像表姐一样带着孩子回到娘家，也许她已经被李博的真面目伤得体无完肤。王磊抱着儿子走过来，老婆，在想什么呢？周月笑着说道，在想我们的未来，想我们的儿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。王磊亲了亲儿子的额头，肯定是个好孩子，我们会教他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。周月想起了李博，对，最重要的是人品，有才华没用，有钱也没用，如果人品不好，一切都是假的。王磊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虽然不富有，但我们有爱，有家人，有健康的身体，这就是最大的财富。周月靠在王磊的肩膀上，看着怀中的儿子，心中满是幸福。他庆幸自己当初听了周母的话，选择了王磊。虽然王磊不是北大博士，也没有年薪130万，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有对家庭的责任感，有对他无条件的爱。周月轻声说道，老公，谢谢你娶了我。王磊温柔地说道，傻瓜，应该是我谢谢你嫁给我，是你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。窗外夕阳西下，一家3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，这就是最简单最纯真的幸福。又是一年春天，周月带着1岁的儿子回娘家，周母抱着外孙，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。周月认真地说道，妈，等我儿子长大了，我也要像您一样为他把关，不能让他被表面的光鲜蒙蔽了双眼。周母点点头，对，做人最重要的是人品，有了好的人品，其他的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，但如果人品不好，再多的财富和地位都是虚的。看着怀中熟睡的儿子，周月在心里默默发誓，他要把妈妈的智慧传给下一代，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什么是值得珍惜的爱情。夕阳西下，3代人坐在院子里，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和幸福。这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样子，有家人陪伴，有爱人相守，有孩子承欢膝下。周月再一次感谢妈妈当初的以死相逼，如果不是妈妈的坚持，她现在的人生会是另一种模样。周母用她的人生阅历和母爱，为女儿指明了正确的道路。这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是妈妈，最心疼你的人也是妈妈。妈妈的话值得每一个女儿认真倾听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